在现代战争中，力量并不取决于谁的火力更大，而取决于谁能先一步控制节奏。有一种武器从不争夺天空，不参与缠斗，不需要机群护航，它不求被看见，只求在世界还没反应之前把一切改变。它的出现不是为了赢一场战争，而是为了让一场战争根本无法开始。这就是 B2 幽灵，它是全球唯一现任的隐身战略轰炸机。它不是轰炸机的一种，而是战略威慑体系中的独立力量层级。它的意义从来不是摧毁目标，而是摧毁对手的决策能力。导弹可以摧毁城市，战机可以争夺制空权，航母可以展示存在感，但能让对手在下命令之前就产生疑虑、延迟、妥协的，只有一种力量，看不见却一定在路上的力量。而要理解 B2，就必须先回答一个根本问题：导弹时代为什么世界仍需要一架看不见的轰炸机？接下来，让我们把这架黑色飞翼真正拆开，从它为什么被迫出现，到它凭什么无人替代，再到它为何必须被继承。冷战后期，美国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危险的趋势，火力越来越强，选择却越来越少。洲际导弹与潜射弹道导弹可以瞬间摧毁目标，但它们有一个致命属性，一旦发射就是不可逆的战争行为。导弹只属于终局，不属于博弈，它无法用于施压、探视、威慑、示警，更无法用于逼对手让步而不爆炸。它像一根开关，按下就是世界改变，按错就是灾难降临。美国战略层当时真正害怕的是，没有可控的核威慑手段，如果只靠导弹，结局只有打或不打。但大国竞争真正常见的场景是灰色地带，需要施压，但不能擦枪走火；需要逼退对方，但不能引爆世界；需要力量对峙，但保留退场空间。在这种场景下，可控威慑比极限火力更重要。因此，轰炸机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它可以飞向目标，可以在最后一刻离开，它可以逼近，也可以示警，它可以制造压力，却不必引爆结果。它让威慑变得可控，让升级变得渐进，让决策层拥有更多的动作空间，而不是仅剩下打或不打这两种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导弹时代，轰炸机仍然是美国战略核三角的一角，并且不能消失，必须升级，因为它是唯一能在开战与不开战之间制造压力的力量。于是问题变成，既然轰炸机必须存在，而防空体系已经让传统轰炸机突防变得不可能，那美国必须造出一架不被雷达发现的飞机，它必须能穿透防空却不引爆世界，必须能靠近目标却保留退路，必须能完成任务却不被提前预判。这就是 B2 项目的起点，不是浪漫，不是好奇，而是战略结构逼出来的必然。在大众想象里，隐身似乎是一种神秘斗篷，披上之后就能从雷达世界里消失不见。但现实完全不同，战场上的隐身其实不是魔法，而是一种极其冷静的工程逻辑。它的目标不是让你看不见，而是让你来不及反应。雷达有一个天然弱点，它不是发现就能开火的工具，而是一条必须联系执行的判断链，从看到异常到确认目标，再到建立轨迹、获取参数、完成锁定，最后才能下令拦截。这是一场与时间进行的层层博弈，而 B2 的隐身就是专门为打断这种判断链而生的。它通过外形设计让雷达波被引导到其他方向，通过材料处理让回波变得模糊微弱，通过姿态与任务规划让自身回波与背景噪声混在一起。雷达不是没看到，而是看到了一个有点像目标又有点不像目标的信号点，模糊、微弱、不稳定，不足以下结论。在防空指挥室里，这种模糊比真正的看不见更危险，因为看不见会让人立刻警觉，而模糊会让人犹豫。犹豫是隐身真正需要的效果。一旦指挥官犹豫，雷达就必须继续观察，雷达继续观察，链条就会继续拖延，链条一旦拖延，错过的就是唯一的拦截窗口。所以隐身的胜利不是靠你看不见我，而是靠你无法确认我，你不敢下令，你需要更多时间，直到所有反应都慢了一个节拍。而在现代突防里，慢一个节拍就几乎等于输掉了整场战争。对于 B2 来说，隐身不只是一种材料，而是一种时间操控能力。
它不是从雷达屏幕上消失，而是让自己变成一种无法快速定义成目标的存在。太弱不像威胁，太怪又不敢忽视，它让敌人卡在最难受的位置，看见却不能决定。隐身的本质就是这样一句话：让敌人的导弹永远晚一步，让决定永远慢半拍。当隐身被理解成时间武器之后，飞翼布局与飞控系统的意义才真正浮现出来。因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让敌人看不见，而是在敌人看见之前，我必须真的能抵达目标。于是 B2 极端而危险的气动方案出现了，他选择了一条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敢压住的道路。在所有能飞的形状里，飞翼是最极致也最危险的存在。它像是一种来自未来的答案，却在漫长的航空史中被贴上失败的标签。它拥有无以伦比的声阻比，外形先天适合隐身，内部空间巨大，天生就是远程、长航时低可探测性的平台。听上去完美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，它根本无法飞行。没有垂尾，没有尾翼，没有传统机身，意味着它没有任何自我修正的能力。普通飞机一旦被气流扰动，还能自己缓慢回稳，而飞翼一旦偏航、俯仰或翻滚超过某个临界点，就像走钢索的人突然失去重心，不是偏离，而是坠落。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，全世界都知道飞翼是理论上的未来，却没有国家敢压全部赌注。它就像一头脾气暴躁的大型野兽，力量巨大，却根本不会自己控制自己。而 B2 之所以成为现实，不是因为美国创造出飞翼，而是因为美国终于有了驯服野兽的工具——飞控系统。B2 的飞行不是靠飞行员维持稳定，而是依靠电脑。飞行员只负责目标，飞机的飞行姿态全部交给飞控系统处理。机体每一次抖动，每一次细微偏差，每1毫秒的空气扰动，都由传感器捕捉，由飞控进行数百次每秒的补偿与修正。它飞得稳定，不是因为它天生就适合飞行，而是因为电脑在无数次的修正。从那一刻开始，飞翼不再是无法驾驭的噩梦，而成为一种可以被控制的武器形态。飞翼隐身轰炸机不是被发明上战场的，而是被飞控革命推上战场的。而一旦飞翼被驯服，它的优势会反过来呈指数级释放。它阻力更小，航程更远，生产潜力更大，隐身几何也被最大化利用。最关键的是，它让隐藏起来的大型战略平台第一次成为可能，不是理论上的可能，而是工程意义上的可行。从这一刻起，传统轰炸机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。B2 不是更先进的轰炸机，它是另一种物种，不是改良，而是断代。但飞翼能飞只是第一步，让它活着穿过现代防空体系才是终点。隐身不是单打独斗，它必须被一整套体系托举，否则再完美的外形也只是飞向敌人的靶子。而这就带我们走向 B2 逻辑真正的深处，它不是一架飞机，它是一个渗透体系的打击端。如果说隐身让 B2 在雷达屏幕上模糊，那么渗透体系才是让它真正存活的原因。因为单架隐身飞机再完美，终究只是一架飞机。但 B2 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自己对抗敌人防空系统，而是体系对抗体系。它的出场方式很少像战术飞机那样从航母弹射，伴随僚机，压低高度，硬闯火网。B2 的突防更接近一场提前数周就已经开始的隐形突袭。在它发动机点火之前，战场就已经被悄悄处理过了。情报卫星会先扫描预警节点，网络力量会潜入通讯链，电子战平台会提前进入远方频谱，潜艇与特种情报资产会交叉投送数据，甚至连航线上的气象细节、电磁背景与地形掩护都会被纳入算法之中。这一切不是为了保护 B2，而是为了突破敌人的防御能力。现代防空系统并不靠某一部雷达或某一枚导弹存活，它靠的是对战场态势的掌控。B2 突防的核心就是让对手失去这种掌控，不是失明，而是看不出因果，看不出轨迹，看不出意图。当敌人无法回答3个问题：他在哪里？他要干什么？我该在什么时候动手时，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就已经失败了。此时 B2 并不需要隐身到像空气一样消失，它只需要在关键时刻让敌人慢30秒。
因为防空链是连续的，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信息混乱而犹豫或延迟，整条链就会解体。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战略逻辑。B2 的隐身不是让你看不见我，而是让你看见我却来不及阻止我。所以它从不是单兵突破，而是渗透行动的封面。它不是被保护的珍贵平台，而是为整个突袭体系开门的一把手术刀。它插入的不是领空，而是对手的决策时间轴。当对手开始怀疑自己的雷达，怀疑自己的判断，怀疑时间是否还足够， B2 就已经完成了它最关键的一次杀伤。真正被摧毁的从来不是目标，而是目标背后的指挥意识。在所有现役武器中， B2 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矛盾，它被设计成突破最严密防空的终极平台，却极少真正飞向战场。不是因为它不行，是因为它太重要了。它具备一项其他武器无法替代的能力，它一旦出现，就意味着局势将被推向极端。导弹是按下就没回头的终端，战斗机是有限军事对抗的工具，但 B2 却夹在两者之间。它可以深入，可以摧毁，可以改变局势，却又不是不可逆的终极武器。所以政治层对它的使用永远是极端谨慎的。它的出动不是打一场仗，而是宣告一场局势被重新定义。这意味着它只有在以下情景才会被考虑：当需要精确打掉一个必须要打掉的目标，当需要警告一个必须被警告的国家，当战争边缘被需要推回去而不是被引爆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常规打击工具，而是战略态度工具。但这只是一半原因，真正让它罕见的是另一层冰冷现实：成本与风险。 B2 太稀少，现存仅有20架，数量少到无法承受损失，也无法承担高频使用的风险。在任何一次部署中，它的存在就像一颗外交与军事的高压弹头，出动一次，全世界都盯着；失败一次，威慑体系就会受损。而且每一次飞行都意味着庞大到荒谬的维护与安全成本。它不是随时可飞的战机，而是需要被唤醒、供养、保护再收回的战略资产。它不是巡逻用的，它是下决定用的。因此你会发现，它最强也最少出现，它最安静却最有存在感，它最少使用却影响最大。这就是 B2 的命运。它的力量越大，行动反而越受限制。它对战争的意义不在于执行了多少次任务，而在于当世界知道它随时可能出动时，许多冲突就不必上升到战争那一步。这就是战略级武器的悖论。真正强大的力量往往不是用来攻击的，而是用来阻止战争那一天的到来。B2 的强大从诞生之日就毋庸置疑，但它的终局也从诞生之日就被写进未来。它是冷战压力下打磨出的极限成果，却被困在冷战之后的新现实里。它的问题不是性能，而是时代。B2 属于一个平台主导突防的年代，一架隐身轰炸机背负全部渗透与突防任务，通过隐身与飞翼结构实现独自深入的能力。这种逻辑在苏联防空体系面前合理，在单面威胁环境中奏效，但世界走向了另一种方向：多域融合、多平台分布式作战、数据与 AI 主导节奏，传感器密度指数级上升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战争不再是你突破我的防空，而是我的体系压垮你的体系。过去 B2 可以靠一己之力制造时间差，如今的突防逻辑已经变成多节点制造多层时间差。B2 仍然可怕，却变得过于稀缺、过于昂贵、过于孤独。它像一座孤峰，高到无法复制，但也高到无法扩张。于是继任变成必然，不是替代，而是延伸。新时代需要的不是第二架 B2，而是能被规模化的隐身突防能力。这就是 B21 出现的原因。它象征的不是一款飞机，而是一种战略进化的方向，从隐身一架走向隐身体系，从单一出击走向多平台联动，从昂贵稀缺的存在走向可持续的威慑力量。隐身不再只是平台属性，而是网络资产的一部分。突防不再依赖极限性能，而依赖极限协同。B2 证明了看不见的力量能改变战略天平。B21 要证明的将是，看不见的力量能被规模化，
常态化、体系化的使用，这才是继任的真实意义。所以 B2 的终点不是被淘汰，而是完成使命。它是隐身可行时代的代表 ，B21 则是隐身常态化时代的开端。战略威慑的本质不是摧毁，而是阻止摧毁发生。B2 用30年时间把这件事刻进了现实，让一个国家在按下按钮之前，必须重新思考时间、成本、后果与赌注。它是一种文明层面的武器，不是为了爆炸，而是为了逼迫理性；不是为了发动战争，而是为了让战争在抵达之前就被拦在门外。黑夜不会终结，威慑不会消失，阴影仍将飞翔，只是换了一张面孔。B2 的时代正在谢幕，但它让世界学会了另一种问题：当你看不见威胁时，你是否还敢下注？